我们家属跟铜打交道已经140多年了，到我儿子这里是第5代。今天我们2个人在做的事情，就是让铜回家，把中国人几千年的铜文化变成年轻人喜欢的、心爱的东西。现在的铜建造大多数都是我参与做的，峨眉山金顶、桂林铜塔、上海的建安寺玉佛寺我们做公共建筑做得多，老百姓用的几乎没有。10多年前吧，我做第一把铜壶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问我这个铜壶可不可以煮水，就是因为解放后呢，有一段时间有点断层，铜比较紧缺，民间呢就不再使用和消费铜器了。铜的颜色确确实实是我本人10多年来创新的一个结果。08年左右呢，我去全世界去学习铜的氧化着色的工艺。它是通过高温让这个釉料烧在这个铜器上，想留下这一抹春色嘛。火焰跟壶的距离，火焰这个停留的时间，釉料的浓厚程度，釉料会有一些很自然的渐变，从锻打到成型，到雕刻，到焊接，到打磨、抛光，各种工序都能够在一把小小的铜壶上体现出来。无论喝茶，无论点香，无论是花艺，这些礼仪是要由这些器物来支撑的，小巧精致，提供一个文人的雅致的空间，独饮或者2人饮。90年代这个职业是很卑微的一个职业。我小时候非常正常的读书，读大学，然后呢，毕业以后我放弃了公职，进入了家庭的作坊，还是出于很朴实的一个念头。我的父亲朱比仁先生他需要帮手，做雷峰塔对我来说也是个很大的挑战。开始的时候呢，因为很多专家是反对用铜的，因为他那个时候没看到现代建筑里面有铜这么好的一个机遇，我无论如何不能放弃，要做好它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雷峰塔呢，其实他穿了一件铜的衣服，是一个彩色的铜雕宝塔。铜的艺术，我在追求过程当中呢，很多还是跨界的，我也不断在打破自己。现在社会上面很多的产业了，它有的是很轻松的有的是可能能赚大钱的，但往往就是手工艺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技艺的传承，确实还是有很多阻力的。我一直在说呢，铜就是我，我就是铜。铜已经给了我生命中强大的一种感受，它在闪闪发光。尽管我现在年纪也快80岁了，但是我认为前面也有好多需要我去做的事情。让铜回家，把我们中国几千年的铜文化再利用起来。